基本我讲人格的视频，一定都有人问，怎么不聊聊阴影功能啊？来，这期我给你们好好的盘一盘，我是怎么理解阴影功能的。那谈阴影功能，肯定得谈约翰·毕比博士，因为这基本算是他整合出来的概念。我们来看一段毕比模型中对人格发展的描述，从里面可以很直观的看到底阴影在我们的人格中扮演什么角色。我直接翻译了，一个具有优势的外倾思维和辅助的内倾感觉的人，他的内倾思维和外倾感觉很大程度上就在阴影中，而当这个人发展第三位的外倾直觉的时候，内倾直觉会被抗拒，并且变成阴影的一部分。我们可以看到阴影功能是怎么来的，它是对应阳面功能的影子，阳面功能越来到阳光底下，越被我们看见，越得到发展，阴影功能就越被抗拒和压抑到黑暗之中。给大家打一个特别好懂的比喻，阳面的功能就像是有吸力的磁铁吸引着我们的心理能量，只是吸引力有强有弱，而阴面功能就像是有斥力的磁铁排斥着我们的心理能量。所以要理解阴面功能，绕不开去理解我们整个内在的心理动力，也就是心理能量的流动，甚至可以说只谈阴面功能的特征，而不谈心理能量的流动，非常容易让人分不清阴面功能和阳面功能的区别，也无法去理解阴面功能为什么是我们缺乏什么，而不是我们有什么。觉得太抽象的话，我们来看毕比博士给了很多例子啊。先来看阴影中的外倾情感的例子。毕比博士认为弗洛伊德是偏好内倾情感的嘛，所以外倾情感就是弗洛伊德的阴影功能。那阴影中的外倾情感是什么样的？它呈现的方式是弗洛伊德去不加辨别的指控他的同仁们对他的不忠诚。我们先要理解弗洛伊德这样的表现，他是在追求外倾情感，还是缺乏对于外倾情感的追求？肯定是后者啊。为什么这里强调不加辨别的去指责他人？因为去辨别他人的情感立场是需要心理能量投入在外倾情感上的。弗洛伊德正是因为缺乏对于外倾情感的追求，缺乏投入到外倾情感中的能量，才会如此武断地把他人打为不忠不义。有没有理解一点为什么说阴影是一种缺失？那按照心理能量是流动的去理解，这里外倾情感的能量缺失了，那心理能量跑到哪里去了？心理能量跑到内倾情感去了。内倾情感追求和自己的和解，自己内在的和谐。当我问心无愧，我觉得自己对得起自己的良心，自己的心的时候，那有错的肯定不是我啊，那是谁呢？是别人啊，是他们不忠诚，才导致了我们的关系破裂。能看到心理能量的流动吗？它不由自主的就被内倾情感吸过去了。对于想把它从内倾情感拉远的外倾情感，弗洛伊德天然的抱有一种敌对和抗拒的态度。正是对于内倾情感的偏好，导致了外倾情感心理能量的缺失，带来了外倾情感作为阴影功能的表现，让弗洛伊德去不加辨别的怪罪他人是破坏情感关系的罪魁祸首。如果不带入阳面功能，会很难抓住阴影功能的核心。我们只能像查词典那样解释弗洛伊德的表现，说这是阴影功能的呈现，这不能够带给我们对他人格任何更深的理解。当我们结合心理能量的流动，我们就能更好的理解它的表现固然是阴影功能的外倾情感的呈现，但是更是它被阳面功能内倾情感所吸引的结果。正因为它对于内倾情感的过度追求占据了大部分的心理能量，才让它在阴面功能的外倾情感上如此的缺乏心理能量，如此的不加辨别，如此的消极。对我个人来说，我会觉得既然这样，那是不是直接从阳面的内倾情感去理解弗洛伊德的表现来得更直观，对于初学者来说更加友好呢？这就是为什么我在我的视频中不常谈论阴影。不过大家对于阴影有兴趣，我也理解，我之后也会试着覆盖到一些，当然都仅供探讨和学习，是我个人的理解。因为阴影和无意识的部分不像阳面功能的人格模型那样有那么多大量直观的资料，或者在生活咨询中可以去直接的验证。
我越了解这部分，越觉得自己远远都没有学透。然后我们来看看其他的例子，还是弗洛伊德老爷爷的例子，不过这里是作为阴影功能的内倾思维。它的呈现方式是会用消极的、不愉快的方式去给事物界定、去命名、去定义。弗洛伊德不是发明了很多词语吗？比如像是俄狄浦斯情节啊，像是自恋啊，但是这些词都带有消极和贬义的含义。比如我们每个人对自己的欣赏，它直接命名叫做自恋，而不是什么自我欣赏或自我喜爱这样比较中立描述性的词语。阳面功能的内倾思维会为事物找到合适准确的名称，在阴影的内倾思维却不在乎合不合适，因为寻找合适准确的名称需要投入心理能量，它没有那么多心理能量，能量也不往这走，那能量走哪儿去了？一部分肯定去了外倾思维嘛。当弗洛伊德去带着偏见思想命名这些概念的时候，对于学习和接受这些概念的人来说，他们是不是就无法避免的受到弗洛伊德偏见思想的影响呢？比如对于初学者来说，看到自恋，可能不知不觉就和弗洛伊德一样认为这是一种消极的东西。这种去影响他人想法思维的过程，正是在外倾思维的方向上，这是外倾思维的追求。所以我们就能看到，是一部分的对于外倾思维的偏好，导致了内倾思维心理能量的缺失，带来了阴影中内倾思维的表现，让弗洛伊德没有真正的中立精准的去命名这些概念，反而夹带私货，暗中兜售自己的想法。当然，因为外倾思维是弗洛伊德的劣势功能，如果你看得再近一些，你会看到在这个过程里也有很多心理能量其实是流向了内倾情感，我们就不展开细说了。我们再来看看毕比博士本人的例子。毕比博士的优势功能是外倾直觉，那内倾直觉自然就在阴影之中，而在阴影之中的内倾直觉的体现，是他对弗洛伊德进行解读时用的都是负面的、对抗性很强的例子。这是一个人不得不进入自己阴影功能的领域时很好的案例。正如毕比博士所说，要去论证原型，你就不得不涉及到内倾直觉，也就是说要去看清、去确信意识的背景过程究竟是什么。你得去确定一下最好的那个概念，而不是去探索众多的可能的概念。拿弗洛伊德的分析做例子，你得去确信他去做这些事的背后，他的意识最可能在经历一个什么过程。但是毕比博士在内倾直觉上缺乏心理能量，是抗拒去投身在其中的，因为他的优势功能是外倾直觉，会极大的抗拒内倾直觉。正如他在后面所说的，他的外倾直觉想要的是去带来巨大的可能性，无论是好是坏的可能性不重要，重要的是去带来开拓、带来开放的结果，而不是去确信某个结果。所以当他需要去不得不给弗洛伊德做某种比较确定的解读时，等同于在放弃其他的可能性，这个过程就是他本身抗拒的。也因此他对弗洛伊德的解读不知不觉间带上了负面和对抗的滤镜所以他对抗的很大一部分，他不是在对抗弗洛伊德，不是说他觉得弗洛伊德不行，而是当他投身于内倾直觉这个过程的时候，他感觉到抗拒，他在对抗这个东西。所以我们也能看到，正是对于外倾直觉的偏好，导致了他对于内倾直觉的抗拒，导致了内倾直觉心理能量的缺失，让毕比博士不得不进入内倾直觉领域时，不自觉地带上了这种消极的态度。毕比博士还举了自己阴影中外倾思维的例子，他的表现是会以一种非常有攻击性的方式去急切地告诉别人他们应该优先考虑什么。这种急切的带有攻击性的方式，显然对于让别人信服自己的想法毫无益处。甚至你可以拿弗洛伊德的例子做个对比，毕比博士这样做可能还不如弗洛伊德那种我通过夹带私货的命名去影响别人来得更加有效。在阳面功能的外倾思维，往往是想要和他人达成对彼此想法的理解，是通过有效的沟通来让大家的思维同步。毕比博士这样的表现，很显然心理能量不是流向外倾思维的，他如此的急切，仿佛在外倾思维的领域多待1秒钟都是折磨。那么心理能量流向了哪里呢？
内倾思维，正是因为他对于自己的正确性毫无怀疑，哪怕对方不理解，他仍然坚信自己是对的，这才让他在说服对方、在沟通这件事情上是如此的缺乏动力，如此的急切，想要赶快把这事做了。在他的视角下，真相就在我这里，我自己盘得清清楚楚，你理所当然应该知道啊。这种一意孤行和弗洛伊德的内倾情感非常相似。弗洛伊德是我对得起自己的心，我问心无愧，这点我很清楚。最后我们情感破裂了，那肯定是你做了什么导致破裂的。毕比博士这里是我完全认为这就是事实，这就是最合理的真相。最后我们不能够理解彼此的想法，那肯定是你需要来理解清楚我啊。能看到在这里毕比博士是如何被内倾思维吸引走了吗？我是如此的认可和信赖自己的思维，我知道我肯定是正确的。如果他们看不到，那怪不得我的攻击性和侵略性，因为是他们眼瞎，看不到真相。我们就能从这里看到，正是毕比博士对于内倾思维的偏好，导致了对于外倾思维的抗拒，让外倾思维缺乏心理能量的投入，让毕比博士没有去耐心的有理有据的交流想法，达成思维的同步，反而去急切的强势无比的指教对方，想强行把对方掰正过来。看到这里，你有没有更理解一点到底阴影功能是什么？为什么我建议大家从心理能量流动的视角，结合阳面功能去理解阴影功能？你可能会发现我没有讨论阴影的顺序，因为这期视频的重点是让大家抓住阴影功能这个概念的核心。对于所有阴影中的功能而言，它们是有共性的。那就是他们都是因为阳面功能的发展，阳面功能拿走了绝大部分的心理能量，导致他们沉入了阴影中，导致我们无意识间都会走向阳面功能而抗拒阴面功能。而当我们不得不进入阴影功能的领域时，会不由自主地带上消极和负面的态度。也希望大家带着这份理解去看待所有接触到的和阴影功能相关的内容。我们每次都可以问自己 OK， 这里缺了心理能量，那心理能量流向了哪里呢？ OK， 我对此感到抗拒，是因为我在被什么所吸引呢？这样我们才更容易获得对于人格完整立体的认识。这里莎莎陪你一起了解靠谱又有趣的人格类型，我们下期不见不散，拜拜。